這是一起非常殘忍的兇殺案，不僅将報案人直接嚇死，負責該案的刑警也被嚇得好几天不敢回家。有时候一宿一宿睡不着觉，有一段时间我不敢回家了，我怕打开那个门啊，我怕看到那种血场。今天对我们来讲洗浴中心兇殺案。2005年7月4日上午11时，内蒙古乌拉盖管理区白银湖硕镇大可以洗浴中心发生一起恶性凶杀案，经营者彭玉莲39岁离异被害。现场极其惨烈，死者被发现时下身赤裸，上身衣物被褪至一半，头部几乎与身体分离，仅余少许皮肉连接，双眼圆睁，怒目而视。该案不仅导致报案的烧锅炉工人因极度惊吓当场昏厥，数日後才蘇醒，更讓負責此案的刑警們產生嚴重心理陰影，長期失眠，甚至不敢回家。燒鍋爐工人因索要工錢，推開虛掩的門，被血腥場面嚇得爬出門外呼救。法醫鑑定顯示，彭玉蓮遭性侵，體內留有精液，頸部有勒痕，係被勒至深度昏迷後遭斬首，隨後被性侵。現場廚房發現一把有缺口的鈍刀，化驗確認係兇器。房間被翻動得亂七八糟，財物被洗劫一空，連私密物品也未放過。據現場20公尺處發現一條死者的幹內褲，此前降雨說明係兇手遺留，顯示其對性有病態心理。現場提取到死者體內精液及4枚殘缺指紋，死亡時間推定為7月3日晚21時左右。死者最後一通電話為當晚20點30分，一名男性朋友21時許到訪，已被排除嫌疑。警方面臨核心難題，確定作案動機、盜竊、性侵、兇殺的主次關係及作案性質，預謀還是臨時起意。一、作案性質，兇器為就地取材的廚房菜刀，且選擇晚上9點非深夜，作案預謀作案概率低，傾向臨時起意的激情犯罪。二、嫌疑人畫像，現場有膠鞋鞋印、膠鞋廉價，多為體力勞動者穿着，大規模翻動現場需耗時10到20分鐘。結合其他線索，嫌疑人可能為家境貧寒，文化程度不高，有盜竊前科，對性有病態心理的 B 型血男性。三、調查困境，激情犯罪意味着嫌疑人與被害人可能無交集，排查難度極大。烏拉蓋地區人口密度極低，每平方公里僅4人，警方需對轄區內500餘名20到45歲 B 型血男性進行摸排。受限於設備，血樣需分批送往北京檢測，每批5到10個樣本，耗時3至5天，1年時間仍未完成全部檢測。案件偵辦陷入漫長僵局，期間公安局局長、刑偵大隊長等多位負責人更替，專案組焦慮不安，因為性犯罪與盜竊通常具有重複性，兇手流落在外是巨大隱患。新局長的新思路，新任局長楊玉涵上任後重新梳理卷宗，提出2個關鍵方向：一、擴大排查範圍，考慮到洗浴中心可留宿，排查對象不應局限於鎮上居民，應涵蓋周邊5000平方公里草原上的牧民，他們多駕車到鎮上住宿一晚。二、重啟舊案排查，兇手可能在案發前無犯罪記錄，但案發後大概率會有新罪行，建議重新排查2005年7月3日後有犯罪記錄的人員。2006年11月，一起入室盜竊案，失竊7800元告破，嫌疑人李小泉 B 型血被抓。其指紋因當時右手指受傷殘缺，與現場指紋比對未匹配，且其雇主稱其2006年才到烏拉蓋，2005年不在當地，故被排除。但楊局長始終存疑，堅持送檢其血樣。楊局長在第3批血樣送檢前夕調離，新任局長烏日剛到任。第3批血樣結果顯示，李小泉的 DNA 與兇手匹配度達 99.99%。此前指紋比對失誤係雙重殘缺所致，現場指紋沾水殘缺，加李小泉當時手指受傷殘缺。李小泉行蹤不定，警方耗時2天鎖定其行蹤，因擔心其攜帶的叉子拒捕，且為避免驚動牧場主，警方於次日實施抓捕。2005年7月3日晚，李小泉當時在牧場打工，駕車到鎮上，欲入住尚未開業的大可以洗浴中心，遭彭玉蓮拒絕並被推出門外。李小泉強行闖入，彭玉蓮呼救，李小泉遂用電話線勒暈他，隨後實施殺害、性侵與盜竊，其行為與警方前期推斷高度吻合。積壓5年的大案終告破獲，李小泉歸案。該案偵辦過程漫長艱難，耗費了數代警務人員的心血，也成為當地人口中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重案。